哎呀，你不能想象，昨天我老公背着我出去让人偷拍了，我很震惊。他现在在大学上课，5点下课，天天6点50左右回家。我还问过他怎么这么晚回家，他说堵车。结果昨天6点，我同事下班在小区门口看着他了，给我打电话说姐晚看着姐夫了，在俺小区门口。当时我脑袋嗡讲一下子，我说旁边有女的没啊？我同事说姐我给他拍下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结果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有女的，不少呢，不少呢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大胖媳妇曾经其实底子还不错的，她经历了什么呢？她来中国之前155斤，不光瘦脸还有腹肌，这一切都发生在08年奥运会那年的夏天。她来了一趟中国，14天胖了20斤，那肚子回加拿大他妈以为她肝腹水了。当时呢倒也还好，回到加拿大很快就瘦回来了。但是人就从此不对了，辗转反侧，夜不能眠，脑袋里就俩东西，一个锅包肉，一个烤冷面。最后决定要来中国申请研究生，第一次还没考上，但是不气馁，裸来，在中国考研不到1年，从155考到了180。所以我当时见着他的时候吧，他是个胖乎小伙，还不至于是大胖媳妇。再后来认识了我，2010年大约在冬季，他来到了东北，锅包肉的祖籍。在这里啊，他的每日例汤就是铁锅炖大鹅锅底那个汤，每日的晚餐沙拉是麻辣拌。还问我妈说，我每天喝汤吃沙拉，怎么越来越胖呢？晚上饿急眼的时候还老摸黑去贡品台跟我姥爷请老爹。那一个寒假他骤胖到什么程度，我只能这么跟你形容吧，就是离开东北之后，我们涂抹了很多药膏，才缓解了他的妊娠纹。从此颜值这不就一去不返了吗？随着体重越来越胖，头发也越来越少。我有时候看着他心里可不是滋味的，但是你要让我花钱帮他捯饬呢，我还舍不得。想用我的复原蜜，我更舍不得。尤其这个季节脸皱非常干，抗老修护更明显。上周之前在粉底液滴两滴复原蜜，那底妆非常服帖，配合双效精华用脸更细腻光。然后他这不是上大学当老师去了吗？今天他 U 盘坏了，我让我同事给他送一下。我同事到了，在食堂见着他，回来跟我一顿告状，说姐夫11点半下课先吃的东区食堂，下午的课在西区，姐夫2点上课之前西区又造一顿呢。而且我同事跟我说每顿饭哈，咱不说别的，食堂给的那个取餐呼叫器，姐夫揣一兜，别人是手里一个小震，姐夫那被震的脸蛋子都哆嗦了。别人午休自习，他午休吃席呀，吃席呀。大胖媳妇5一回了趟铁岭，把我家所有的老人都给孝敬疯了。但是我爷多年的阿兹海默症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胖媳妇给治愈了。我爷这2年吧有点阿兹海默，然后最近吧还做了个支架手术。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，5一就回去看他。大胖媳妇静静地坐在我爷旁边，良思许久，问了一句：爷，你整个鸡架，整个鸡架。我爷也想了许久，说熟食我就爱吃猪蹄子，我啥时候要过鸡架？我就发现这个世上他没有大胖媳妇对不上的驴唇和马嘴。爷，你本来就高血压，还猪蹄子，那玩意儿越猪蹄子越鸡架，越鸡架。然后啊，我奶家就老用那种旧的内胆都已经完全刷掉漆了那种老电饭锅。大胖媳妇就说用这个就是吃毒，我奶就是不扔。几年前大胖媳妇一气之下就把他的老电饭锅给做约巴了，就以为做约巴了老太太肯定就换了呗。结果这回回去发现根本没换，还搁那用呢。家里吧明明有新的，我奶说那新电饭锅是在药房买药2000积分换的呢，那不能用。大胖媳妇说你要继续用这个内胆，你药房积分马上就能过万。然后这次回铁岭，大胖媳妇又一个假装没走稳，咵嚓2座电饭锅。我爷搁那迷糊的，孙女的对象找的腿脚不利索，怎么净往电饭锅里做呢？然后这电饭锅呢，它劣质的很声东击西啊。被大胖媳妇做完之后，有毒的内胆一点没飘，插电的插口飘了，虚连插一会儿就掉，插一会儿就掉。最后呢，就是我奶只要一焖饭呢，就让我爷坐电饭锅旁边怼着。我爷呢，一手拿个收音机听2人转，一手扶着那插头慢摇，没事就怼一下子。看那个寒来暑啊。大胖媳妇一进屋，咱爷是2人转 DJ 呀，2人转 DJ 呀。折磨完我爷我奶，又轮到我妈了。我妈在家摆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就是一个迷你仿真生态园，你一摁呢还带喷泉的往出喷水，然后这里吧全是小巧思，就这个水边呢它做个小和尚，小和尚的脚边呢还4只小王八，水一喷呢就这些玩意儿就全变色了，从灰色就变成了绿色，就是特别酷炫。但是呢这2天的生态园坏了，这水喷不出来了。我妈说那就拉倒吧，大胖媳妇孝心就上来了，就一定给我妈修。她把通水管还真修好了，现在喷泉能喷出来水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差在了哪个环节，劲儿不够，就能浇着一半。现在绿的只有小和尚的屁股和俩王八的脑袋，像中毒了似的。一看修掉链子了，第2天去菜市场还问人家，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小王八？我给我妈补几只活的。人家说俺这儿只有甲鱼。大胖媳妇说，人我说我要真龟，你告诉我你有甲鱼，咋寻思呢？我说你拉倒吧，正好要到母亲节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妈要去旅游，你就说这神鞋是你送的，这牌子好多年了，我妈肯定知道。我妈收着鞋之后呢，果然非常喜欢。70万老人年纪大了，脚
脚会变形，普通的鞋容易磨脚。足力健呢是他们自生产的，质量有保障，专为老人设计，轻便透气还耐磨，所以更舒服。我们看我爷这个情况吧，都觉得这很难好转了，就基本心里放弃了。但大胖媳妇就发现我爷吧，他现在有点抑郁。但如果你跟他聊年轻时候事儿呢，他眼睛放光，就刺激我爷，问我爷爷呀，你除了当 DJ， 年轻时候都怎么招小姑娘喜欢的？我爷一笑说：“我会拉二胡。”大胖媳妇，我不信，你试试。我爷呢，为了证明自己曾经的倜傥，咔把二胡从床底下拎出来就开始练，那练一整天呢。但练一会儿自己忘了。哎，我为啥要拉二胡？我奶不是叫杨淑琴吗？大胖媳妇就逗我爷。当年小曲儿给谁拉的？哪位姑娘？爷，我爷说给赵玉兰。大胖媳妇没个大心，问我奶说你呢，赵玉兰。我奶急眼了，你叫赵玉兰。大胖媳妇，我叫穆赫兰，杰米穆赫兰，咋还急眼了呢？前女友啊，前女友啊。哎呀，我老公和我女儿昨天顺利入住了厦门的隔离酒店，这个事儿圆满成功。我昨天还说呢，我说我这个段子的源泉呢，终于漂洋过海回来了。只要他隔离一出来，我的素材就出来了。结果人还没从隔离出来呢，素材都往出崩。就跟他一趟航班回来的呢，还有个外国人跟他重名。外国人吧，本来重名就多，再加上我老公这名起的也是波澜不惊的，相当于外国名中的王涛吧。但是跟他重名这个王涛呢，人是个狠人。人在大使馆工作，属于仕途王涛。好巧不巧，到了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，人家工作人员就把他俩弄混了，把我老公当成了那个大使馆王涛，上来就非常客气的说：“您好，先生，大使馆那边已经来过电话了，欢迎您来到中国厦门。”你说，但凡思维正常一点的人都能发现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异常，但是我老公因为极度亢奋的产生了一定的幻觉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：我回国这个事儿意义这么重大吗？就是大使馆都知道了，我以为我回来促进的是拿铁认爹，原来我促进的是双边关系。当时就跟人工作人员装上了啊，你告诉大使馆我一切都好，感谢他们的问候。可以适当安排一顿饺子，安排一顿饺子。然后呢，跟我老公重名的这个人，因为他是跟他媳妇儿和孩子一起回来，所以他媳妇儿头一天就给酒店打过电话，说能不能他们一家三口住一起。工作人员不认错人了吗？上来就问我老公说：“好的，先生，那我们这边有收到一个诉求，就是有一位女士要和您同住一个房间，请问是这个情况吗？”我老公一听懵了，张女士啊？工作人员说：“不是，是刘女士啊。”我老公说：“谁的诉求啊？”大使馆的。对方说：“是您的爱人啊，昨天给我们打电话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的爱人那么爱我吗？那么爱我吗？”他刚在酒店办理完入住进屋，我以为得多疲惫呢，但他极度兴奋，他太想念中国饺子了，就第一件事一定要点外卖点饺子。我说：“那中国字你能看明白，我给你点吧。”他说：“不用，我最近在用这个汉语教学软件，就我现在能识别很多汉字，我自己都搞定。”等到晚上点的饺子终于到了，他最想念的就饺子，给他急坏了，扒开盒子刚加造诣，发现有点拔牙，还是我女儿先发现了问题。爸爸，厦门本地人吃饺子都是带椰蓉的吗？怎么掉白渣呢？掉白渣呢？我大胖媳妇给他和孩子点了2份生饺子，然后老公给我打电话老委屈了，为什么不告知消费者他送的是生饺子？为什么不标注？我说这种情况人家肯定标注了。他说没有，我说你看一下你的外卖，人家肯定标注，肯定写了。他当时把外卖截图给我看，你看他写的牛肉大葱，牛的是牛的呀。对，我也没想吃猪的呀。我说人写的是牛肉大葱，生的是生的呀。